大家好，我是演员肖战，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饰演郭靖。大家好，我是演员庄达菲，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饰演黄蓉。大家好，我是演员梁家辉，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里头，我演的是西毒欧阳锋。大家好，我是华筝，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饰演华筝。我说快来坐，我说错了是不是？没事，再来一遍，进入角色了。再来一遍。我也。大家好，我是张文新，我是华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饰演华筝。看看这已经和角色融为一体了，是吧？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围炉而坐。那《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呢，在全网的热度非常高，预售的成绩屡创纪录，每一轮的物料呢都能够迅速的引发全网的讨论。在网络上呢，我们看到了很多观众的留言。现在呢，我们就精选了部分的观众留言，请各位主创来回应一下，好不好？首先呢，是徐克导演，真的不睡觉吗？最长一次拍摄时间是多久？我完全没印象，你要问他们才行。哦其实我没睡觉这个事是人家说的，哦，我自己真不知道，可能我也有睡，可是大家不知道而已。你知道吗？我知道，你从来不睡觉的。是的，最能熬的是吗？从我认识你开始，我就知道你白天拍戏，晚上回去剪片、配音，剪片，完了以后，要不然就是写大字，写毛笔字，按我知道的，你几乎真的每天都没有睡过觉。不可能，这个违反人的这个生理的一个状态。江湖传闻里头，徐克导演曾经在一次拍摄棚里戏的时候，是关起厂门，7天7夜的江湖传闻啊，江湖传闻，江湖传闻，一直拍到全场遍地湿血，就每一个人都就轮着倒，完了以后，徐克导演就坐在他导演位置上，7天不吃不睡，没有离开过那个片场半步。我记得是这样回事，因为曾经是我真的有关那个我们的棚的大门，希望大家不要跑丢，就是消失了，因为有些人太累了，他会跑去睡觉这样子。关这个棚门主要是不让他们出去这样子。真的。有几天吧，有3天吧，这样没有7天，不可能的事情。您这个3天变7天，没有啊，江湖传闻都是这样的。江湖传闻啊，对就是这样。江湖是很多都是夸大的。肖战这个故事记住了吗？那我们还挺幸运的，没有被关起，没有被关过。怎么样？在剧组的时候，徐克导演也是一个非常能熬的状态吗？我是觉得导演的精力确实是非常的好，对，非常的充沛。我相信所有导演都是一样。您好像不是我一个特别充沛。不会。张大飞呢？感觉真的怎么样？经常是看到工作人员催导演去睡会儿，他才睡一会儿。对，这个确实是。还可以睡啊，那个太好了吧？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就睡20分钟，感觉有啊，对20分钟，对，就够了。没有，是在拍戏的时候睡啊，是不是工作人员想去让您休息会儿，也能让大家休息会儿？就是也很少机会让我睡。好，有就好了。除了能熬之外，听说导演在片场也会有另外一面，比如说刚才大飞说到的比较可爱的一面，有没有比较疯的一面？有，疯，有啊，打戏的时候导演自己上。对，不，因为我有个习惯是很不习惯用这个我们叫做对讲，对讲机讲话，因为对人讲话要有些收不到，有时候这个声音可能就没传得好，所以常常会意识给误解了，所以最好方法是跑现场。我常常把我们这个对讲机都放到一边去，或者扔掉，就完全不去碰它这样子。
这是一个不需要对讲的导演，所以有没有真的亲身示范一下一些动作，给你们讲起来的时候？有吗？有经常有经常经常。比如说哪场戏你们印象比较深的？我的戏几乎都，我记得有一场跟梁老师在内蒙拍的时候，那个大圆轨，你还记得吗？对，也是拍到很晚了，大概晚上也2、3点了吧。然后导演亲自也跑到现场来，然后他一定要跳那个苹果箱，因为我们是那个机位挪过来之后，然后梁老师饰演的欧阳锋突然出现，所以我们需要从画外从苹果箱上面跳进画内。所以导演他就是要坚持自己来完成这个动作，他想试得100%之后，或者他确定之后再让我们再去试这个东西。但是因为梁家辉这个领悟，这个武功来讲是有点低。哦，我突然又想起来了，因为那个梁老师那个鞋，对不对？我不知道，反正不是他的功夫都很古灵精怪，我们常常这个做一些设计都让他这个做起来很困难，就是一定要让他给他设计的，因为他吸毒这个古灵精怪，吸毒就是倒过来的嘛，所有东西都。导演有没有觉得也是自己想过一下瘾的感觉？我过瘾是演戏是吧？我完全觉得我不是出镜的那个人，我自己很不习惯。我以前出过镜的，每次让我客串一下，我都不敢看自己这样。不敢看，所以自己会在片场给大家示范，是吧？刚才达菲说也有给你指导过很多的这个动作戏的部分。我觉得导演每次来现场都是来势汹汹，就是一阵风就来了，然后后面跟着工作人员就在后面，然后导演来了以后抄起打狗棍儿。我有的时候导演上那个招的时候就躲。哎，你能不能模仿一下导演一般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导演带着一阵风走过来是什么状态？导演就是来啊！我不模仿导演，可以的，你可以。不了。你刚才说的那个状态应该是就走路带风的状态。对，我们就话剧里应该经常有导演一阵风。梁老师，您是不是可以这么多年合作？没有啊，就是跟着他的步伐是挺难跟上的。哦，走路太快了是吧？对，因为他一般到现场来的时候，他就从导演帐篷那边直接走过来，好远啊，好远。所以呢，他一出来的时候呢，为什么达菲说他走路带风了？就后面一帮工作人员跟着他过来，就所有帐篷里头的人几乎都跟出来，但是没有人一个人能走了跟得上的，没有一个人跟得上，因为远啊，所以都要跑，小跑走得快一点，其实都很多。怕我摔倒，一到后面看着我的步伐，但是都没跟上，是吧？没有跟上，没人跟得上。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提问啊？有人说你觉得郭靖辞别大汗和拖雷时在想什么？这个应该是问给肖战的。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情感吧，因为大汗毕竟养育了郭靖，对，但是在面对自己内心坚持的原则，然后以及家国大义的时候，但是还是不得不做出一个很艰难的选择。但是我是觉得郭靖内心还是希望天下和平的，我觉得和平是第一要素。所以其实内心是很复杂的一个非常复杂情绪。你看场面一定复杂的，这么多两边都是自己人，是吧？这怎么可以打起来？这个心情复杂，而且是感觉到很悲壮，怎么去让双方停下来不打？那还有朋友说到说这个黄蓉谁懂，很有侠气啊。达菲，看到这个网友的留言，什么样的心情？很开心，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吧。但也更希望大家可以看完全片以后，期待大家看完全片以后的反馈。这光是看到预告就已经感受到你的侠气扑面而来了。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是说华筝终于是真正的草原上的公主了，这个感觉才对呀。文心，我觉得华筝从小生活在草原上，然后跟自己的哥哥们一起长大，多多少少就会受到他们的一些影响，然后也会比较飒，比较帅气一点。主要受哥哥们的影响比较多，是吧？没有，可能经常跟哥哥们一起玩耍嘛。
那还有说梁家辉和徐克35年间合作了9次，这次再合作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大家都年纪大了，没有都不一样，但是还是期待下一次跟他的合作。哦，期待下一次。对，想演什么？啊，想演什么？他拍什么我演什么。哦，你们呢？当然，拍什么演什么，拍什么演什么。徐克导演赶快吧，已经可以开始计划下一步。我肯定，如果有机会，一定把它改到跟射雕不一样的角色去。我觉得每个演员在我的心目中都很有潜力，而且做了很多事情。我很愿意看到他们能够做到，我觉得很精彩，而且是很佩服。期待每个演员在徐克导演的手中都能够呈现出不一样的自己的全新的角色状态。那其实在这个《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当中呢，也是改编自我们的金庸先生的著迷一定都记得，在书中呢有很多关于谜语的情节。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庙会的情景里，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谜题，带领屏幕前的观众们一起来了解射雕。我们现在桌上呢有一些这个福签啊，有请各位来分别抽取一个，然后我们看看里面都有什么样的玄机。女的先来吧，啊，女士优先。同时呢，我们在屏幕前的观众们也可以参与射雕知识投票，跟随着射雕众侠一起来参与。来看看大家都抽到的。不要来一个，不够了，可以了，每人一个。是谁？先来看看谁的呢？这边。来看看导演的吧。导演有信心吗？我的好像没有问题了。有信心答对吗？问题是什么？是第几代帮主啊？哦，我还真不知道。19吗？你肯定吗？我肯定。果然是帮主。回答正确，真的是第19代帮主。庄大飞看来是这个做了大量功课，导演都答不出来，是吗？没有，我知道的另外一个答案。另外一个答案确定他是丐帮的第1代的女帮主。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梁家辉老师，您这个是什么？哇，我猜谜是真的，笨拙到《射雕英雄传》中的天下5绝是哪5位？我演过王药师，演过段皇爷、段正熙、段志兴，现在演的吸毒是其中1绝吧？对。那应该还有王重阳跟洪七公，对，都我中不算1绝是吧？不是，对，还没到，还没到他。哦，还没到他，还轮不到他。我看您这个背面好像也暗藏玄机，您看看这个分别是谁呢？哦，举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弟弟，这是黄药师，第2个是欧阳锋，洪七公，学到了吗？洪七鸡是吧？洪七公，洪七公，因为是公鸡，洪七公鸡。我们来看看肖战抽到的是什么？欧阳锋的武功中有一种招式是模仿动物的，是什么？蛤蟆。这个比较简单是吧？送分题。送分题，蛤蟆功。来，郭靖的第1位师傅是谁？谁？哲别。哲别。华筝。郭靖名字的来源，勿忘靖康之耻。就看来完全就是难不倒大家，是吧？那刚才我觉得大家已经感受到了，他们对于我们这个射雕的知识掌握的已经非常的好了。那在原著当中呢，英姑曾经给过黄蓉3条锦囊妙计。春节将至呢，行走江湖也少不了锦囊妙计来解围。在这里呢，我们也精心的为大家准备了5个锦囊，里面呢是一些字谜，我们来打开看看分别是什么。您来抽一个。要放回原位。等一下啊。
锦囊。文心，你抽到的是什么？这样，头顶一点亮，脚分八字形，胸中藏正气，仗势不言功。我觉得应该是义字。这么快就猜出来了，给我们解释一下。头顶一点亮嘛，中间那一点，然后脚分八字形，是胸中藏正气，我觉得就是大义的义。不愧是华筝，太聪明了。没错，就是义。那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自古人人给文心拿上一个这个义的灯笼，有人了呀，人人点亮灯笼。如果说让你把这个义字送给我们在座的一个人，你会送给谁呢？对，送给怎么笑成那样？给谁？送给导演吧。送给导演。好，怎么说？送给我都不用猜了是吧？当然要猜。哦，刚才我们这个不愧是欧阳锋，姜还是老的辣，在偷偷作弊是吧？没有，不是偷偷作弊啊。欧阳锋是西域来的，他不懂汉字啊。所以你看我猜这些，看看您的这个题是什一头么？雾水啊。这是下令用力。我刚才老找不着。下令用力是什么？猜打一字。下令用力应该是打一字。你想想用下力。勇。恭喜梁家辉老师答对了，谢谢。看到了是吧？看到了。来，我们工作人员拿上这个勇字的灯笼，要给梁家辉老师。好，谢谢。点亮灯笼，然后要把这个勇字的灯笼送给谁呢？也送给我吧。不能送给，不能就全送给。对，没有，我觉得我应该送给华筝，因为我觉得他很勇敢。很勇敢。华筝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人，而且也很敢爱的一个人，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庄达菲抽到的是什么？一人在侧，一边夹击，正义化身，人人敬仰。侠，这个好简单，是不是？侠，来，侠。达菲，你要把这个侠给我们在座的哪一位？那当然是送给大侠。谢谢。大侠。那我们来看看大侠抽到的是什么？我这个很简单，二人不分家，自古人人夸。我觉得是仁义的仁。仁义的仁，对吗？对吗？回答正确。谢谢。来，这个灯笼要给郭靖。我要送你要送给谁呢？送给黄蓉。护送灯笼，谢谢。好，那最后我们来看看导演的是一知半晓。一知半晓。这个是一知半晓。一知半晓。对。梁家辉老师是不是装是吧？已知答案，然后一直在没有，我不知道。不知道吗？只剩一个灯笼。没看到。智慧的智。智慧的智，来。知识的知，智慧的智。那智这个灯笼您要送给谁呢？没有了就。好吧，就只能给他。那这个智您觉得和欧阳锋匹配吗？匹配。智商太低了。智商太低了。刚才我们看到每个人都拿到一个这个灯笼了，也是仁义勇智，也是对侠客精神的总结。那我相信刚才大家看到各位的表现，也足以说明，作为一名武林高手，不仅要拳脚过人，还要足智多谋。江湖之大，能人异士何其多。此前呢，我们发起了画笔下的春节档活动，吸引到了很多的高手加入。其中呢，博主他叫无聊的33，非常希望能够把一幅画作送给我们剧组的主创们。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上这幅画作，送给我们的各位主创。哇，这个真的是
谢谢，非常的精美的。这送给对，送给大家还是对，送给我们的剧组。哦，那您想收藏对不对？对，这个衣服啊，还是立体的。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博主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射雕英雄传》一直是我特别喜欢的经典电影。那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想要像电影一样制作很武侠、很功夫的感觉，所以呢，在铺背景的这一步，他就用到了泼的这个动作，他让咖啡在这个背景上自由的、潇洒的晕染开。那男主身上的衣服呢，他是直接撕了一片麻布，这种质感、立体感能够让人物更加的丰满。哦，原来这个上面是撒的咖啡。咖啡。哦，我有看过那个视频，他怎么画。导演喜欢这幅画吗？喜欢，很好。肖战觉得怎么样？非常非常好，非常好。都画得很好啊。只有吸毒画得不好。对，这个你满意吗？拖雷，我很满意，但是我觉得也是应该留给导演珍藏。是给剧组，送给剧组是送给老板还是送给谁？那您说了算。哦，我说了谁拿走您说了算。那我们每个人留一段时间吧。传递一下是吗？每个人家里挂一段时间，是吧？对。我觉得这个《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是属于每个人共同的光影记忆。今天我们聊起来的时候，也会想起很多拍摄的时候那段难忘的时光。那么在大年初一大家走进影院之后呢，也一定会增添一份新的银幕记忆。那春节呢即将到来了，我们也希望《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主创们都能够像手里的灯笼一样，生活事业都红红火火，也预祝我们的电影票房大卖。那有请各位主创一起提上灯笼，也带上我们影迷祝福的画，一起记录下这个美好的瞬间。我们来举起这幅画，一起来合影留念。来，我们看向前方。干嘛要讲话还是笑而已？去拍照。看这边，看这边。好，那我们也请最后每个人都再来向我们的正在观看直播的网友们来推荐一下我们的电影，好不好？来，文心先来。好，希望大家看什么镜头？看他们人。对，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事事顺利。当然，在这个春节，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和我们一起闯江湖。也把这个勇字送给大家吧。好的，怎么带到这边？我走过去，是一个带勇字的祝福，好不好？哇！勇敢追梦。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勇敢向前。梁家辉老师，您这好说。是。希望大家在蛇年，能靠我们自己的智慧，不要完全靠人工智能。还带了2个字。导演。大年初一，大家一步江湖，大家进戏院体验浪漫跟侠气，义就是这个义薄云天啊，侠气这个人间充满侠气。义薄云天，导演说的太好了，大飞想出来了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这个不让。那就当仁不让。好，大年初一一步江湖，《射雕英雄传》当仁不让。好，我发现肖战总是能够拿到比较简单的一题。侠。对。好，那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大年初一，跟我们一起走进《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体验这个有浪漫主义的、有情有义的侠义江湖。太好了。谢谢各位，那再次感谢各位大侠，就让我们相约大年初一，一步江湖，让我们电影院见，朋友们再见。